在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关于游戏的神操作，有玩游戏的时候被敌人喊出 Siri 助手惨遭灭队的，也有会跟着笔转动的针。这些操作都是真的吗？还是说是他们运用魔术剪辑手法 P 出来的娱乐视频呢？大家好，我是阿贝，欢迎来到真假神操作系列1周年特别篇。机智的我将逐一模仿网上的神操作，并检验其能否做到。如果做不到，我会告诉你背后的手法是什么，以及原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让我们开始第一个神操作。你们都上当了，正常用手机倒饮料肯定是不可能倒出来的，只有最新版本可以。你看，只要在主页设置里面打开倒出饮料选项，然后选可乐，就可以。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你们居然说我手机后面藏了个杯子，那就干脆这样。看好了，手机正反面啥也没有，我直接放杯子上。可恶，是幻术吗？你们已经盯得很紧了呀！装一款游戏软件就能从手机里面导出可乐，而且手机背后并无任何魔术机关，精彩！各位实不相瞒，其实这一招我也会。大家看那个手机啊，正反面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的哦。待会呢，我们把手机抬起来，待会把手机抬起来。哎，你在期待什么？哦。天哪，这手机喷水了！你看到了吗？让我们开始还原。原片是通过剪辑手法实现的，所以得把摄像机固定好机位，之后千万不能碰到摄像机啊！杯子呢，要么选重的玻璃杯，要么选轻薄的杯子，但得贴透明胶固定位置，目的是防止杯子移位导致剪辑穿帮。第一个镜头，打开游戏软件，然后把手机放在杯子上。第二个镜头，把手机轻轻拿开，千万不要让杯子移位啊！取一瓶肥宅快乐水，从杯子上方倒下去。第三步，剪辑。我们把第二个镜头的杯子抠出来，然后只保留没被手机覆盖住的地方。请看模仿品。其实我们第一次拍是翻车的，因为手机屏幕照亮了杯子。后面我把手机拿开后，光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再去 P 怎么抠很明显穿帮了。所以我在第二次拍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小动作，把手机移开镜头，然后把手机屏幕给关了，这时候才把手机盖在杯子上，杯子就不会被手机屏幕给照亮啦。让我们看第二个神操作。在 CS:GO 中最帅的就是换弹风格，但是这么快速的换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虾哥研究了15个小时，终于用神秘手段揭开了这个秘密。我的妈！你这也太绿色环保了吧！直接接入弹夹再塞回去。哇，真的假的？怎么做到的？是什么远古版本吗？还是 bug？ 还是 P 出来的？不对啊，我在游戏里面看队友换弹不是这样子的呀。我来试一下。游戏呢是 CS:GO 一款射击游戏，正常游戏视角是这样子的，他的游戏视角是这样子的，怎么做到的？摸索了一段时间，我用了这些指令改变了游戏视角，现在我的视角超级往后拉了，能看到整个换弹动作。试试双枪。哎，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太离谱了吧！飞机弹匣飘在空中又被捡回来了。试试大菠萝换弹。拿下来又塞回去了。手枪。哇，飞机子弹再利用。冲锋枪。我学会了。你有病！感谢作者瞎说游戏的分享。搞笑的地方是，别人看到的视角跟我们视角是截然不同的。在别人的眼中呢，我们是扔掉旧弹匣，换上新弹匣。所以如果玩家没有看过这类视频那么玩家永远都发现不了这个游戏换弹有多搞笑。好，让我们看第三个神操作。又在那打游戏，也不怕颈椎出问题。毛毛上课有嘴才能
他玩飞车，太厉害了！只用嘴巴就能玩游戏，大家认为是真的能做到，还是纯属娱乐搞笑视频呢？认为真的能做到的，在公屏扣1；认为无法做到的，在公屏扣2。先搞个手表，比我想的还贵啊！不行，毕竟拍视频不能白嫖，这次一定。哎，有了！有了这一堆硬币，再凑2张500，这下就够了。本视频无广告内容哦。另外，手表设计出来不是玩游戏用的，所以自身是没有赛车游戏的，想安装还挺麻烦的。我把表带也拆了，待会就能放进嘴里面了。另外，郑重提示各位，手表设计出来呢，也不是用来塞嘴里的。屏幕前的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千万不要一紧张吞进去，能进胃里面算命大，要卡在喉咙里面啊，那当场嗝屁了。我要模仿原作者了，看看是不是用嘴巴就能玩游戏。塞嘴里也要看着镜子来玩，完全可以玩哎，太出乎我意料了。我还以为原视频它只是在手表上面播放了一段视频而已，结果真的可以玩。感谢原作者北京7点画室的分享。对着镜子，我可以看到我当前车的方向，漂移的时候还得猛甩头，声音呢又从嘴巴里面传导出来。让我们看第4个神操作。这是什么变态版本的马里奥啊？作者处处在算计玩家啊，很有意思哦。评论：这公主不救也罢。我要玩这个的话，我能把电脑砸了。游戏名寸步难行，原片还打了标签 Steam。Steam 里面有马里奥游戏，这就像是麦当劳里面卖肯德基全家桶，华为店里面卖 iPhone， 移动客服推销联通5G 套餐一样离谱。一句话概括啊，竞争对手死敌。这马里奥游戏不可能上 Steam 的呀。果然也搜不到啊，作者也没有给出名字哦，好烦，究竟哪里才能玩得到呢？我找到了几款变态版马里奥，可都没有原视频里面的折磨啊。马里奥还会做表情的？不是啊！我迅速改变了思路，切换不同的关键词，搜索马里奥。最终我找到了视频的出处，这是一个动画制作而成的视频，并不是游戏啊！原来作者是搬运别人的视频，并打上了游戏标签啊！这可真行啊！让我们看第5个神操作。前面有车！治安，我的车！哎呀妈呀，咋了？嘿 Siri， 拜拜。这个不多。呀！打游戏危急关头，把敌人的 Siri 语音助手呼叫出来了，让对方无法操作游戏。这一招高啊！还好 Siri 不能卸载游戏，不然的话，岂不是敌人游戏都被他卸载了？原片高达22.4万点赞。我也看过其他人发出同样操作并成功的视频，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神操作是真的吗？如果说真的能够在游戏里面把敌人的 Siri 喊出来，那这一招也就适用于所有能够跟敌人开语音的手机游戏。那么在实测之前，大家不妨来猜猜看，认为能做到的在公屏发1，认为不能做到的在公屏发2。测试之前，我想说2点。第一点，有些人的声音就是可以唤醒别人的 Siri 的，我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吧，这个比较看缘分。如果原视频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就代表它本质上是通过全体语音传来的声音，能够唤醒手机的 Siri。为了简化测试，我先在敌人的设备里面录入我的声音。Hey Siri。现在敌人的 Siri 可以被我的声音唤醒，待会我们就用游戏里的全体语音，看能否唤醒敌人的 Siri。如果成功了，代表原片是真的。第二，为了防止我唤醒某些观众的 Siri， 我会在后期把这个口令给处理掉。我们现在呢开的是自定义房间，然后是敌对关系。为了避免距离太近，我的声音唤醒他的手机，扮演敌人的小伙伴需要和我拉开距离。
喂，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吗？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我开始了，我们大概测试个30次吧。有唤醒到吗？木有。哦，敌人的设备没有反应，游戏里的全体语音无法唤醒 Siri， 所以原片是拍出来的趣味段子。我也看到了敌人的视角，如果是敌人视角呢，则是在正常的游戏画面中拼接上 Siri 被唤醒的画面就能做出来了。让我们看第6个神操作。哇，这人怎么那么小？哎，这篮球好大，篮球大还是人小啊？喂，都好矮啊！怎么做到那么矮的？哇，这个人也好矮。哇！原力起飞，太扯了！这个篮球跟人一样大，巨婴篮球，超级起跳暴扣。原片是怎么做到的呢？游戏是篮球游戏 2K14， 编辑球员，可是身高最低调到1.61米啊！那我只能用特殊手段了呀！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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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特殊工具，我成功调节人物身高了，身高0.6米，体重107公斤，这个有点过分了。完美运球，起身暴扣，球还是从篮筐下面进的。我甚至把人物改成了0.02米，2厘米，兄弟们，可能跟你的大拇指头差不多大吧，我都已经看不到球员了。或者4米巨人，打篮球跟打乒乓球那样。哎，谁敢防我？哎，进球！让我们来看第7个神操作。这是一根普通的铅笔，我们画一个靶字，靶心处扎一根针，然后随便在纸上画，这根针会跟着你的铅笔摆动。蛮有意思的，这根针隔空跟随着笔运动了。在我们测试之前，大家不妨猜猜看，认为能做到的扣1，认为做不到的扣2。我们准备一根针、白纸、一支笔，在纸上面做标记，把针插上去。真的会动哎，真的会动哎！哇塞！感谢作者一只魔丸的分享啊！既然会动，那就简单了。物体从静止到运动，说明受到了外力嘛。我做了一个简易动画，用来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把大头针插入一叠纸张之中，你可以把纸张粗略的理解为最上层、中间层、下面层。当我们的笔在移动的时候呢，最上层的纸张其实也被拖动了，而中层、下层的纸呢，并没有被移动，就形成了大头针摇摆的效果。只是这个运动过于微观啊，我们肉眼观察不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头针的运动方向和笔的运动方向是一致的。哎，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这个想法的嘛？用手把最上面按住，再动笔，瞧，针就不动了。看了7个神操作之后啊，我相信观众老爷们也手痒了，也想要去试着揭开神操作背后的手法是什么。那么我来给大家出一道题，还记得片头的时候我那个前后都没有东西的手机吗？那么它是如何从后面发射出水来的呢？还弄到了我的脸上。我们不要搞太复杂，我们就思考2个问题啊。第一，我是一镜到底的，还是剪切了时间的？第二，那个手机背后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啊，我相信难不倒观众朋友们的，应该有些人已经猜到答案了吧？答案呢，我会在下期揭晓。如果你喜欢真假神操作系列，不妨长按点赞以及添加关注支持一下阿贝吧。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游戏的神操作，你好奇他能不能做到，又或者他的手法是什么，都可以私信投稿给我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评论区见。